我就发现我从小接受的这些教育都在讲，感觉你要学习好，你就得先学会吃苦。还有一个凿壁偷光的匡衡，这个人绝了。他晚上为了学习，把隔壁邻居家的墙壁凿了个洞，用邻居家的光来学习。这个故事从古至今2000多年了，没有一个人在乎他邻居的感受。我在乎，他们家的墙壁被莫名其妙凿了个洞，哎，你这种事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我用隔壁家的 WiFi 我都不好意思。我都怀疑匡衡最开始不想凿洞的，就是他爸。每天在窦耳朵面前说：“你能不能看别家的孩子啊？你能不能看别家的孩子？”他听进去了，他就凿了个洞。你搞得邻居每天活得很没有安全感，总感觉有人在看他，所以邻居晚上睡觉不敢关灯。我现在是在上海读研究生3年级，我跟阿成是在喜单一认识的，他当时是总决赛第4名，我第2轮就给淘汰了。但他火了之后对我特别好，这2年一直邀我出去写稿，请我吃饭，包括前段时间还让我去给他的专场开场。可以说这2年要是没有阿成的帮助，我早毕业了。本来6月份我就要毕业的，25年6月，我已经延毕1年了。我不是一个读研的材料，我专业是电气工程，我读研3年换了3个研究课题，就因为做得慢，都被别人攻克了。我导师看完我的论文之后，他没说好，他也没说不好，他跟我说研究生最多可以读6年。我自己是不想考研的，是我爸当时跟我说，只要我考上研究生，就给我钱去全国旅游。结果考上之后又跟我说，那些话只是为了激励我，所以就给了我500。我说你不如直接击毙我。500我能干嘛？别人800，那个标兵才能奔北坡。我拿着500去全国走一圈，我22岁出去，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安全的回来，出走半生，归来只剩半生。500块钱真的没地方去，我当时在网上搜了，预算500，小众穷游景点推荐，他给我推荐了泸州。泸州是个什么地方呢？泸州是我家。我真的很讨厌我爸这种教育方式，总是拿钱诱惑我，我又总是得不到。小时候跟我说你只要考100分，我给你100块钱。我说考5分能不能给5块？我可以考20次。考不上又要说我，他说哎呦，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啊，怎么别人能考100你不可以？我每次听到我都特别委屈，因为别人家的孩子我看了，没看到，他考试都把试卷挡起来了。我从来没考过100，我最好一次考了98，但不是你一考98他就给你98，他就说儿啊你再努力一下，你再多对到选择题就有100。我为了零花钱，我晚上就得花时间查漏补缺，一边写作业一边等着我爸去洗澡，去他的房间找他的钱包。偷还是不偷呢？这是一道选择题，怎么做才能有100呢？因为我感觉我爸这个人真的对我管得非常严格。我读研的时候，他会每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玩，他就会批评我；我说我在学习，他就会表扬我。但其实我在玩。我不想被批评，我就每次都跟他说我在学习，这就导致我当时延毕的时候特别尴尬。我爸非常绝望地问我，他说：“你不是跟我说你天天在学习吗？啊，怎么还毕不了业？”我说这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啊。我喜欢学习，我还想再学一会儿。我今年都26岁了，我过年回家，我爸还是会每天早上6点钟起床叫我学英语，他怕我睡回笼觉，他就在我的床上睡回笼觉，哎，我就去他的床上睡回笼觉，那我真是学不动了。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我爸会跟我讲什么头悬梁锥刺股，说这2个人为了考一个好成绩，晚上不睡觉。困了就把自己的头发挂在天花板上，拿针扎自己的大腿。我以前觉得好励志，我现在怀疑他们有表演性人格。我真是接受不了。我要是困了，我肯定不能扎我自己，最多扎我爸，让他回自己床上睡。
我有时候都在想一个问题，我说悬梁刺股这2个人每天晚上这么辛苦这么努力，他们要是知道别人家的孩子有一个叫牛顿的，被苹果砸了一下就发现万有引力，他们会被崩溃呀！啊，是我道具用的不对吗？啊，我就发现我从小接受的这些教育都在讲，感觉你要学习好，你就得先学会吃苦。还有一个凿壁偷光的匡衡，这个人绝了。他晚上为了学习，把隔壁邻居家的墙壁凿了个洞，用邻居家的光来学习。这个故事从古至今2000多年了，没有一个人在乎他邻居的感受。我在乎，他们家的墙壁被莫名其妙凿了个洞，哎，你这种事怎么好意思说出来的？我用隔壁家的 WiFi 我都不好意思。我都怀疑匡衡最开始不想凿洞的，就是他爸。每天在窦耳朵面前说：“你能不能看别家的孩子啊？你能不能看别家的孩子？”他听进去了，他就凿了个洞。你搞得邻居每天活得很没有安全感，总感觉有人在看他，所以邻居晚上睡觉不敢关灯。我觉得努力学习没有错啊，但该休息就是得休息。我现在就有一种休息焦虑。我有的时候晚上吃个饭8点钟就困了想睡觉，但是你8点钟就睡觉，真的会忍不住骂自己是个废物，会焦虑，心里面觉得还是得看会儿书，又不能看，看了肯定睡着了。没办法，只能玩手机。有时候人玩手机只是为了提神的啊。我就这么躺着玩手机，我这玩会儿手机下来把我砸醒，我又玩手机又把我砸醒，我说这不是头悬梁吗？这不是。昨天晚上10点钟的时候，我爸又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嘛。我说我在躺着。他说你这么早就休息，你不学会儿习吗？我说学啊，马上就学，已经有灵感了。我刚才已经被苹果砸了一下脑袋。感谢谢谢大家。跟大家聊聊我妈。刘大卫不是我的真名，是我的艺名，倒不是说讨厌我的真名，寓意倒挺好的，也是我妈给我起的。刚出生的时候，希望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给我起了我这个本名，但主要是太尴尬，跟我形象太贴切。我本名叫刘欢。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想长大。哎，倒不是那种生理性的长大。我今年31岁，看我的脸也能看得出来，早就超额完成任务了。是那种社会性的长大。我妈是一个控制欲特别强的人，我很爱她，但有的时候不知道如何跟她平等的沟通。她直到现在依然会用那种约束孩子的方式去约束我，让我觉得压力稍微有点大。过年，躺沙发上放松一下，看会儿电视，觉得我的体态不对。你就好好说好商量，不非要用那种命令的语气。坐直了，躺床上玩手机，坐直了。哎，看见有人躺着就让人坐直了，我都担心他有一天去参加别人葬礼。而且你服从他的第一个命令，他也不会满意的，只会有无数的命令等着你。你在那儿趴着，让你坐起来，坐起来，让你坐直了，坐直，让你挺胸抬头，3句话给我说净化了。有的时候他甚至命令不动我，甚至会绕过我，直接命令我的器官。你们见过有人跟器官说话吗？我躺床上玩手机呢，我妈一推门进来，眼睛。谁？还能单找他吗？你希望他怎么回答你呢？眼睛，你不能这样，你不能指望叫一个器官的名字，就希望它发挥正常的作用，对吧？没用的，不可能说领导扣我工资了，我良心。我好歹还有眼睛呢。但确实在家里待着不是很自在，所以挣钱的第1个月我就搬出去了。哎，在自己的家里自由，
我甚至有点飘了，我甚至开始学习做一个体面的大人。我甚至跟我妈说：“我说妈，有时间来我家坐坐。”朋友们，客套是一种陋习，真来了，压力超级大，因为他每次来，他都特别喜欢把我家改造成他喜欢的样子。你知道什么是他喜欢的样子吗？就是我不喜欢的样子。感觉他不是我妈，他是梦，因为梦想改造家。我那个屋子其实装潢的非常极简风，我妈一来，不知道从哪儿变出几块白色蕾丝花边大布。你们见过那种布吧？哎，你都不知道从哪儿买。沙发枕上一盖，茶几上一盖。哎，这些我都还能理解，你怕脏。你电视顶上盖一块啥意思呢？你要我娶她呀？我每次看那个电视，我得把那个盖帘挑起来。我说怪不得，我小时候看电视时间稍微长一点，我妈就说：“哼，你长大了跟电视过去吧。”我最受不了的一点，就是她经常会打着你不会过日子的名义，把她的生活方式强加到我身上。最难受的一点就是她特别爱往我家的洗洁精里兑水。我不知道你们家里长辈有没有类似的生活习惯，因为他觉得原装用太浪费了，所以要兑水扩大它的体积。他都不是说这一瓶快用光了剩个底儿，灌水物尽其用用光掉，他是买一桶新的，不是浓缩的啊，普通那种新的，找一个单独的瓶子调配1:200，你知道1:200什么概念吗？就是我可疯了，我甚至可以直接喝了它。我家的洗洁精别说不伤手了，都不伤胃。每一次快用光了，我妈就跟那个调酒师似的，找一个空瓶子，叭叭一对的。鸡尾水。我去外地上大学之前，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洗洁精。我第一次去我同学家玩，我才发现那玩意儿居然可以是粘的。有时候甚至我不在家，我妈都会来收拾屋子、盖布，然后走之前给洗洁精灌满水。哎，一点招呼不给你打，灌完就走了。我有时候出差回到家，一用那个洗洁精，那个触感挤到手里，我说坏了。哎。家里进妈了，家里进贼你可以报警的。家里进妈你怎么办？你怎么跟警察同志说？警察同志，家里进人了，丢什么了？丢什么？洗洁精的精被偷了。我甚至因为这件事搬过家，我不把地址告诉你总行吧？问我住哪儿也不好好问，你很难相信能从一个母亲的嘴里听到你别让我知道你家住哪儿啊。我也尝试沟通过，我说妈，我也是个成年人了，你尊重一下我的生活方式好不好？你不要把你的个人意志凌驾到我之上。但很难沟通，可能母子关系就是这样，因为他拿你当孩子，所以你的任何拒绝、不喜欢、不要，在他看来就是小孩子耍脾气，就是撒娇。你对他 say no， 在他听来是 say no， 对吗？ so 那加那的。但可能这就是母子关系的症结所在，因为他拿你当孩子，所以他觉得他有权利、有义务去管你，因为在他看来，你是他的一部分，你是他的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有的时候你能从他话里读出这种潜台词，别说你了，你的器官都不属于你，是他借给你的，你得好好用，因为你如果不好好用的话，他会拿回去，他会在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机，旁敲侧击地问你说，你那个眼睛还要不要了？所以到底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大人呢？我有时候在想，我说是不是一开始我搬家从家里走出来不告诉他地址，从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一个课题不会因为你逃避就消失，
它只会不断的出现，直到你给出新的答案。我今年终于鼓足勇气，第一次带我妈去旅游。在此之前，她完全没有见过我那种非常熟练的搞机票、住宿、酒店。那是我第一次从她嘴里听到，儿子，我以后不用为你操心了，你已经是个大人了。但那天我妈反而挺紧张，因为第一次坐飞机，不知道该干嘛，跟个小孩似的，非常慌乱。空姐跟她说话，她也听不明白，只能来问我说：“哎，儿子，那个她让我整什么靠背是啥意思？”我说：“嗨，坐直了。”没想到吧？老太太也是个参赛选手，我是奔着1轮游来的，稀里糊涂的就进到第2轮了。我也是没想到啊，这节目组他竟然没有黑幕。就来说一说我的老家吧。作为一个山东人啊，我在外面被问的最多的竟然是主任。你们山东真的不让女人上桌吃饭吗？在这儿，我辟个谣，只有唐香玉他们家不让上桌。我们家，我做饭的时候都吃饱了。太讽刺了。我炫的时候还会给自己配上统一春福备茶，3重备火，口口生香，菜香茶更香，都这么香了，谁还上桌吃剩菜？其实我老家真的不像大家传的那么重男轻女，只有我家重男轻女。我小时候啊，家里就3间石头和泥巴砌的草房，2个石头砌的破猪圈。我爸打小就给我说，草房和猪圈将来都是我哥哥的。我说爸，那你可得看好了啊，哥哥容易塌房啊。我只有2个女儿，我婆婆说没有儿子的人啊，是不全乎人，就不完整了。离婚的人是半拉人，就是1/2人。我算了一下啊，我是又离婚又没有儿子，我到底还是不是个人啊？我还存不存在啊？我听说薛定谔养的猫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我说哦，原来薛定谔养的是只离婚的母猫啊。在我老家，没有儿子的人都不能去参加别人的婚礼。我小时候的结婚啊，我寻思我不能去参加婚礼，我也出点力呀，我就去提前帮着收拾新房去了。这给我婆婆吓的呀，跟在我屁股后面看我都碰了啥了，怕不吉利，拦着我啊，不让我碰新人的床和被子，说我碰了以后我小叔子就会跟我一样，只生女儿不生儿子了。我当时心里想哈，这生男生女不是他们2口子之间的事儿吗？我的参与度咋那高呢？我是辅助啊。我要是真有那本事，他们不应该歧视我，他们应该供着我。给我惹急了，我把全村的被子给他摸一遍。到时候我们村就是女儿国。我就是女王陛下。越想越生气，这我小叔子以后要是真生了儿子，我不就更受歧视了吗？我就趁着没人注意，摸了他2把被子。别说啊，我小叔子结婚第2年，1胎生了2儿子，我也感到很奇怪。这咋还摸反了呢？难道我的
体质跟别人是相反的吗？我要早知道我这么灵哈，我摸的时候就该摸他个十八八八的，让他生10个8个儿子，累死他。嘴上说的硬气，但还是有点心酸的。在我们村啊，原来不仅婚礼不让没有儿子的女人参加，就连村里分的宅基地和墓地，他都没有女人的。就活着我没地位哈，死了还没地方。就我想下去哈，只能蹭男人的。别人都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都羡慕了。他居然有坟墓。我很痛恨那种重男轻女的观念，但我也想生儿子，我就去找偏方了。我们村里人给我介绍一个大夫，说他的药老灵了，吃上肯定生儿子。我就翻过了好几座山，找到这个大夫，拿了药，刚要走啊，又进来一个患者说：“大夫，你给开点药，俺家兔子拉肚子。”我说什么？我这才知道啊，他是个兽医。就回家的路上啊，我一边翻山，我一边想，你说我好歹也是上过学、读过几年书的人，我怎么就翻不过城建的这座大山呢？兽医开的药，我怎么就不能吃？兔子能吃，我就能吃。我狠起来，连兔子都吃。万一好使呢？第2年我又生了个女儿。其实这些年哈，我看着我婆婆带着我小叔子一家人节衣缩食的给俩儿子买房攒彩礼，我心里就偷着乐。没有了，开玩笑的啊，有时候也笑出声。但是在我们村啊，女儿再怎么优秀，还是会受到歧视。哪怕是亲戚之间，她也会攀比。有孙子，她就是王炸。我说我女儿1个月工资1万多，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女儿在上海买房了，我堂哥说我有孙子。我姐说我也有个孙子，我堂哥说我有3个孙子。我说你累得跟个3孙子似的。我说你要那么多孙子干嘛？你要去移山吗？城建这座大山靠孙子他是搬不走的。我堂哥气的哈，噌的一下就站起来，指着我说：“你连个儿子都没有，你是啥？”我也噌的一下站起来了，我说：“我是女王陛下。”谢谢大家，我是。好，大家好，我是浩。Hello， 哎，很开心见到各位啊。然后我的职业是一个律师。哇，职业2年多了，但是已经跟法官对线了20多年了，因为我妈的职业就是个法官。作为一个法官，他清楚孩子必须得管，如果少管就可能少管。他管理我的2大方针，跟有时候他的工作重点一模一样，严打。但是我妈严的很有自己的想法，就比如说电脑游戏这个问题，在所有的家长都在为孩子玩游戏，然后两边焦头烂额的时候，只有我妈说要相信孩子，孩子想玩电脑很正常，我家孩子想玩我从来不拦着，我们家都没电脑。也不是一开始就没有电脑，有，只是没有游戏。但是爱玩电脑的人只需要一个电脑，屏保可以玩，金山打字可以玩。后来我还自己研究编程，
发现了一串神秘代码，快乐数字4399。我妈连夜给电脑拆走了，电脑在我们家从安到拆不到3月，百日维新。第一次从家里偷出证件去网吧，很紧张。到了之后，老板说户口本不行。他问我你要跟鸡子结婚呐？幸亏那个时候管得不严，现在是没有了。那个时候能找到那种未成年友好网吧。那老板以前好像是魔术师退下来的。你在你面前展开一副身份证，选一张。那开机之前不知道自己叫啥，那出门在外身份不用自己给，老板会发。但是作为一个律师啊，我的建议是不要去老赖开的网吧，正玩着呢。那网吧被法院执行了，我妈带的队，我在上网的时候落网了。就因为这次前科，一直到18岁，我妈依然扣押着我的身份证。她说我有网瘾。朋友们，太荒谬了，我怎么可能有网瘾？什么是瘾？瘾是断不了一直碰，我是碰不着一直想，我这叫网压抑。压抑就需要窗口，我就缺个 Windows。倒也不是想玩游戏啊。就看着那片草原我就开心，我那景色太美好了。你想那绿色的草原，什么蓝色的天空，那红色的警戒，那黄色的不看。高3的时候，我姥爷陪读，就搁那高中对面租了个学区房。我同学一开始一听这俩老人陪读，特别羡慕。他说：“老人陪读，你趁他们晚上睡觉，你就溜出去上网去呗。”他们根本不知道啥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保安的保。我妈租了一个 loft， 我睡2楼，我姥睡门口。为什么选我姥来陪读？老人家有先天优势，我姥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就那个觉轻到啥程度？大半夜有多少上一下冻着了，那声音就飘上来了。跟着声音一起飘上来的还有我姥和东阳光耀。东阳光耀为健康做好药，他俩就像深夜里的一缕阳光。啊不，2位保安都是我健康的守护者。只能等到高中好不容易休息的时候，才能有机会出去玩。你说去网吧指定是不行，只能说去唱 K， 一唱8个小时，一放假就唱，那眼睛度数都唱高了。那我姥就有点担心，说这么爱唱歌吗？这毕业了是要当歌手啊？我姥显然是多虑了，我这是假唱，假唱不配当歌手。高考前最后一个寒假，就那个时候每个人心中都有那种紧迫感，就包括我都有了紧迫感。我知道不能再这样，再不去网吧没机会了。但是他们看得太严了，我只能给自己争取空间。我主动提出我要自己搬回到老房子复习，我妈同意了，但是在家里安了一个座机。我妈说安这个座机是为了方便联系。这真的，朋友们，我也是人生中第一次知道方便可以用来形容座机啊。我就问我妈，我说妈，座机咋方便呢？
我也不知道我妈是不是点我，我妈说你要在家那就方便。你知道她说一切都全凭我自觉，就一件事儿，打电话得接。朋友们，你们现在知道啥叫座机了吧？那不就坐牢的机器吗？那我回来住的意义是啥呀？当接线员儿，玩不了电脑，我只能搁家玩电话。有一天接我妈电话的时候，不小心给那电话线扯断了，但是我妈的声音没有断。你知道撂电话之后，我把那座机后盖抠开，发现里面插着一张 SIM 卡。就那一刻我就知道 I'm free。也就是从那天之后，有的时候经常能在网吧看到一个背着书包的高三学生，他神色很慌张，就玩一会儿电脑就把书包拉开看一眼。也有哥们朝他借手机，但是他从来不敢吱声，直到有一天，书包响了，全网吧听那个书包以最大音量播放着好运来的铃声。我哥们一下就往书包里拽上，然后看着我。怪不得那天问谁带手机你不敢说话呀，这哪是手机呀，这不电台吗？其实我到现在为止一直都不确定我妈到底知不知道那个座机能动，但是我唯一确定的是我妈大概率低估了我的主观能动。她绝对想不到她的孩子可以在网吧厕所拿着那台座机跟她打电话。那旁边人都上不出来，我路过人也纳闷儿，啥事儿不能 QQ 说呀？但有时候外面的哥们拽门劲儿太大了。有一天有个哥们直接把门拽看了我一眼，不好意思，这有个公用电话亭啊。因为我觉得我妈可能不太了解一个青春期的男孩，她觉得对于一个青春期男孩来说，最重要的是自尊。她以为爷们儿要脸，但是爷们儿要战斗。开学前最后一天真的没有再去，在家补作业。但是那天我妈没给我打电话，我心里还有点失落。我说真在家又不打了，我说你打呀！以前我没得选，现在我想当个好人啊。然后发现座机落网吧厕所。今天讲到这儿，谢谢大家，我是浩。大家好，我是王悦。今天穿裙子了，好看吗？好看吗？好看。我也觉得好笑。热搜预定啊，王悦穿裙子纯好笑，真的。我上次穿裙子是20年前，所以今天穿上这条裙子，站在镜子面前的时候。我都不知道里面那个女孩子是谁，但一瞬间好像看到了我妈妈年轻时候的样子，对，我妈妈年轻的时候也留个板寸。其实我小的时候很少跟妈妈见面，因为我爸爸妈妈离婚过后呢，我跟着我爸爸生活了5、6年，我爸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没有组建新的房间，我就睡在过道里，他也知道家里挤，为了给我们腾出空间，就经常在外面宿醉，醉到哪儿睡到哪儿。当然有的时候喝多了也会不小心回来啊，但他会一直敲其他房间的门，但大家只要不开门，就可以假装不在。但我很难假装我不在，因为我的过道没有门，我该早点认识刘仁成。但我也很感谢我爸爸，因为我们脱口秀演员的成功3分天注定，97分靠父母有毛病。那个时候就会经常盼着寒暑假去找我妈妈，她换着工厂打零工，干到哪儿睡到哪儿，我就跟她一起挤在那个8人宿舍的一个上铺。每次去了就不想走，她都会说再忍一忍，攒够钱了就把你接走。还有，不能再胖了，昨晚让我掉下去3回。我有一次去找她，我们俩一起洗澡，开开心心的，她站在我后面给我搓背，2个人一前一后，像2个可爱的卡皮巴拉。但他搓着搓着，突然就沉默了。我还没反应过来，他歘的一声就冲出去了，连衣服都没有穿，
就开始拨通电话骂对面的人，卡皮巴拉一顿噼里啪啦，拿起来就骂，你凭啥这样对他嘛？他不是你亲生的说，你是个啥东西？我当时站在那个厕所里面，我说我去，我妈是个 rapper， 但我一听就知道对面那个人应该是我爸爸，我也开始害怕了。我说你赶紧挂了，他不挂，还一丝不挂。我也只好冲出去，一把把手机夺过来给他摁掉。我说你干什么呀？你怎么突然骂他？他说你知不知道，你背上有一个这么大的手掌印，我一看就知道是谁的。妈妈太熟悉了。我说那你骂了他，我怎么办呢？我妈当时就拍着我的肩膀说，不怕了，怕个毛线，外婆家拆迁啦。Show time。他说你最多再等我1个月，我就能把你接走了。我说啊，还要1个月？那你怎么不等到1个月过后再骂他呢 ？Show time later。但我那次回去，我的心情其实轻松了很多，因为我就感觉再撑一口气，马上就可以出月子了。我妈也知道，她没办法给我360度的保护，一咬牙给我买了一件名牌 T 恤，361度，纯白色，我从来都不舍得穿。有一天，同学跟我说，跟外校有一场5v5的比赛，我一听有外校的，我穿着361就去了。到地方一看，不是打篮球，是打群架。我到的时候已经打起来了，我不敢打，也不敢拉。这个时候，不知道人群里面哪里飞过来一只拖鞋，我看着我又跃下去了半边胸，上面印了一个巨大的鞋印子，像被谁踩瘪了一样。但我已经顾不上这个了，因为这是我最心爱的衣服。我当时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幸好我一眼就找到它的主人，我看谁没穿鞋就是谁的。没想到他说：“你看什么看？有本事你就还手啊！”我低头看着地上那只拖鞋，上面那个标志我认识啊，那个标志。我一拼下面的字母 NIKA， 耐卡。你穿山寨耐克，我这可是正版361啊！我当时抄起地上那只耐克，我就开始 just do it。我说我今天扇你61度啊！耐克怎么拼的？我今天跟你拼了。但那天我前脚刚回家，后脚我爸爸看我一身泥，他非常自然的、非常习惯性的反手给了我一巴掌。但那一次是他打了我那么多次，老子第一次没有掉眼泪，因为当时我脑子里面只有6个字：外婆家拆迁了。我当时看着我爸，心想：好大胆的穷人。我没想到他居然问了我同样的问题，他说：“你看什么看？有本事你就还手啊！”我可能确实是一个没有本事的人，但我爸爸绝对不知道，老子下午刚刚在外面学了新的本事。我直接蹲下去，非常冷漠，捡起地上的一只拖鞋，拿起来一看，阿达拔斯。全世界都是假的，只有我妈给我的是真的。我当时气坏了，我直接后撤2步，一个冲刺抡着膀子，啪的一声，我就扇回去了。但我真的没有想到过，那一次居然是我爸爸最后一次打我，也是我最后一次打他。但朋友们，我跟我妈妈现在都过得很好，虽然小的时候一些习惯还在，就我现在走过那个上场通道，还会困一下子。当时我住在过道的那5、6年里面，灯总是坏的，也没人修。是我做了单口演员过后，每次上台都有一束那么亮的光，能把我照死。我现在散光。但其实外婆家拆迁啊，是我妈妈给我编造的一个美丽的谎言。那个时代，她能把我接走，是我妈实在走投无路，她决定再赌一把，走进了我们那个小城市里面最大的赌场。婚介所。那天他化了一个淡妆，站在婚介所里面做起了自我介绍。我叫张然丽，今年41，我有一个15岁的女儿，我想找一个老实本分的人，能接受我女儿，跟我一起供她读书。我妈用她没有选择的选择换来了我有更多的选择。
我才有机会一口气撑到这里，站在这个舞台上做自我介绍。我要告诉全世界的爱奇艺 VIP 用户，我是王悦，今年29岁，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希望大家能够记住今年的喜剧之王悦。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宋万博。我最近才听说一个心理学上的词汇，叫抒情障碍，说的就是有些人在情感方面不太会表达，越亲近的人他说话越难听。我们家就是这样，我们家里人都习惯把爱埋藏在心里，所以我们家就是一个障碍家族。比方说我妈，她每次做完饭都想让我们夸她，但她不好意思直接求夸，就以退为进。这个红烧肉怎么样？比吃土强吗？我爸说你太谦虚了，这个肉做的赛砒霜。他全吃完了。我妈说早知道放砒霜了，肯定能剩下点儿。我爸倒是经常夸我，但他夸我那话还不如打我一顿呢。吃饭的时候，我给他递一双筷子，他说：“就是比养条狗强。”再聪明的狗也不会递筷子。那时我才7岁半，我哪听得懂阴阳啊？还在那回味呢。这是好话还是坏话啊？我哥又搭腔了，说：“爸，你说什么呢？边牧就会递筷子。”我那时候也傻，还想着努力超越边牧。而且我们家人吧，怎么说呢？老爱替我谦虚。邻居来我家，说这孩子安安静静写作业多老实，哪像我们家那个整天上蹿下跳的。我爸说：“哎呀，你不知道，这孩子他傻不拉几的，他整天跟个大傻不拉几似的。”邻居说：“我那孩子他老爱犟嘴。”我爸说：“这孩子他听不懂人话。”接着两个人陷入了一种非常奇怪的攀比，比着说谁的孩子更不是东西，感觉像两个中年 rapper 在 battle， 但他们不diss对方，光diss自己孩子。而且我邻居说的时候吧，他孩子可不在身边。我爸说我的时候，我就在旁边坐着，我还不能走，我要一走，你看这孩子说他2句就走了。你感觉中国人很多时候啊，都喜欢把好话留给外人，坏话留给自己。你看以前称呼对方令郎、令爱，自己的犬子、犬女，关键犬子都已经算是我的尊称了。毕竟我刚跟边牧打个平手，所以以后我应该叫木子。我姓宋，就叫我宋木子。我其实很想获得我爸的认可，很想。我记得有一回，他请了他的朋友来我们家吃饭，我一推门把我吓坏了，因为他请了10几个朋友，10几个光膀子中年人。我那时候小，我哪见过那么多米其林 Pro 啊！但我还是恭恭敬敬，我说叔叔们好。我爸还不乐意呢，你瞎喊啥呢？还有你俩大爷没喊呢。谁分得清大爷和叔叔啊？我只分得清大爷和大妈。怎么分得清？后来我明白了，在北方啊，跟人吵架的时候一般不提叔叔。所以我很羡慕上海小孩，对吧？管他大爷还是叔叔，统一喊爷叔。哦，不对，上海统一喊 uncle。还有一点就是平时在家里啊，特别喜欢给你上纲上线，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小心打碎了一个碗，你能端住啥？这个瓷碗端不住，将来铁饭碗你更端不住。怎么说呢？才10岁我就被取消了考编资格，所以我从小跟我爸就不太亲近。
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类似的感受，就是每次爸爸出差啊，你不希望他回来，就他在外边别死，但也别回来。我理想的父亲是大禹。就每次一路过家门，哎，还有一个更理想的父亲是圣诞老人，对吧？早上我醒过来，我妈对我说：“你爸昨晚回来啦，一大早就走了，这还有给你的礼物。”我爸不是没想过修复我们的关系，但他表达对我们的爱，但他那个表达方式啊，只能说是惊悚。我放学回来晚了，我以为你死路上了呢。你看他就不如我厚道，我希望他在外边别死。他也表达过对我妈妈的关心，他那个方式啊更是灾难。我们一块儿看电视剧，他被电视剧感动了，他想把这种感动传递给我们，怎么做的？突然站起来，指着我说：“你一定要孝顺你妈。”原地干拔。这个价值上的放春晚，你都嫌太生硬了。他愣是说出来了，说完他扭头走了，因为他也觉得太生硬了。我妈还得打圆场，不孝顺我也行，你一定要孝顺你爸。看个剧感动成这样，关键我们当时看的那个剧，它是《水浒传》呢。我爸对我影响很大，在他长期教育之下呀，我逐渐活成了他的样子。我也不会表达。其实我爸每次出差，我真的很想他，但我说不出来。他每次回来，我妈说：“你快去接他。”我说：“好嘞，你去接他。”一到门口，我们相顾无言，不知道怎么办。外国人会拥抱，我们不会，我们俩就……最后我实在受不了，我朝他敬了个少先队礼。我爸哪见过这个呀？他还了我一个，感觉我们俩还能再来一段课间操。所以我从小到大我都不会表达，我也很少跟人来往，我很容易就把朋友处成父子。但去年我有了女朋友，刚在一起不久，我就在她家打碎了一个杯子。当时我吓一跳，我说我天哪，这么些年光注意端饭碗了，忘了杯子了。我在静候一场狂风暴雨。他走过来说：“你手没事吧？”我说：“不应该先骂我吗？”没有。接下来我们把碎片收拾好，放进垃圾桶。聊天刷剧，没有人再提到过杯子的事情。我说：“哦，原来这个事情可以这么简单就结束啊！我以前可没有经历过，原来能这么简单就结束。我就感觉属于我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今天就说到这里，感谢各位。大家好，我是嘻哈。哎，我来给王悦兜底了。哎呀，大家别看我这样子哈，其实我小时候也被欺负过。有一次，一个同学没有事情做，把泡泡糖粘我头发上了。你们知道那个东西很难扯的，我扯了很久，扯来凝固了，直接扯成一个机关。然后我就这么哭着回家，扯半天，越扯越气，然后就哭着，就回家。然后外公远处看过来，以为跑了一只火鸡回来，然后跟我说：“你在学校里不要跟别人动手啊，就朝他吐口水就好。”第二天到了学校，果不其然，同学又开始追着我打了，把我逼到角落，走投无路。我真的忍无可忍，我当时吐出去那一瞬间，整个世界就安静了，因为当天风很大。因为我的外公忘了告诉我，口水要顺风吐，2秒前的口水正中眉心。我的外公一生打过很多仗，抗美援朝、解放战争，然后从小就跟我说了，打，给老子打，仗来了就
这句话真的影响我很多。但那次发现口水仗不好打。我第二天到了教室，拉开书包，发现里面多了一根擀面杖。当天刚好是学校组织的春游，外公也刚好给我做了我最喜欢吃的馒头，跟那个擀面杖放一起。到了目的地，我刚拿出馒头，一个同学拿着他的薯片过来嘲笑我吃馒头土，一把把馒头给我打掉。老子拿出擀面杖，一把揪起他的薯片，擀得稀烂。他本来想还手，看到我手里的擀面杖，转头开始暴踩我的馒头，直接踩成了一张饼。就在这个时候，老师看见了，一把拉开，他说：“你怎么可以糟蹋粮食了？快捡起来吃了。”他说是嘻哈的，我说不是我的，我说薯片在嘴里啊。老师说薯片嚼碎了不要说话。晚上回家，外婆端出馒头，一脸疑惑说：“你先吃吧，本来说好今天吃饺子的，擀面杖不知道哪儿去了。”我看向外公，外公虽然外公跟我说了仗来了就要打，当然我也不是没仗硬打，都是别人先惹我才打。整个学生时代，我的头发被剪过，吊带被扯过，馒头被打过，钱也被抢过。当然这些事情我知道也不止我一个人经历过。但那些欺负我的人后来也不好过，怎么说呢？老子的擀面杖，仗功赫赫。真的，后来他们都知道仗来了就要跑。后来上班成熟了很多，直到遇到公司一个出了名的爱刁难人的前辈。他最奇葩的一点就是有非常变态的控制欲。他在飞机上，只要他没吃工作餐，我们所有乘务员都不准吃。恶霸！我不行的，我是必须按时吃饭的。当天飞机上工作完了，我就开始吃。他过来说：“你怎么吃上了？”我说：“一起吃啊。”他说：“我不吃，我不饿。”然后阴阳怪气的跟我说：“你吃吧，你把我那份也吃了。”我说：“我吃的就是你这份。”那趟航班他后面就一直在挑我的刺。我发咖啡，他说温度不对；我发餐，他说餐冷了；我烤的面包，他说不够硬；我烤硬了，他又说软了。我当时拳头都硬了。我盯着他说：“旅客觉得很好，很满意。”他一把拉过我，恶狠狠地说：“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说什么？他翻了个白眼，指着我说：“你的平底鞋是公司发的吗？谁允许你穿的？”我说：“我自己。”他说：“你懂规则还是我懂规则？像你这种乘务员，你知不知道我可以处理你？我甚至可以让你不穿鞋飞。”我心想他好矛盾，又给我不穿鞋，又要给我穿小鞋。那到底什么规则？穿搭要显贵，上半身基础，下半身就不基础。疯了，真的。吃了2份饭是有点晕碳啊，真的。那这一次也是我职业生涯耿耿于怀的一次经历。后来我朋友都在问你到底是做了什么让他这么讨厌你，我说做自己。后来他在公司造我的谣，说我在外面讲脱口秀是不务正业。后来越传越离谱，有一次传到我的耳朵里，一个同事甚至都不认识我，过来跟我说：“你知不知道我们公司有个人在外面做嘻哈被抓了？”我说这不在这儿呢吗？这不，我说不可能吧？他说怎么不可能？我亲眼看着他被抓进去的，说他利用空姐身份在外非法牟利。我说牟什么利啊？他该不会把飞机餐拿下去卖吧？同事说飞机餐谁吃啊？我听说他把飞机座椅拆下去卖了。我都不知道这种谣言怎么传出来的，还有人信。我拆飞机座椅下来卖，谁买？卖给高铁。而且说实在的，我被谣言真的困扰了很久，也被针对了很久。好在前段时间辞职了，很爽了，10年了。前段时间出差，我经常因为录节目往返嘛，我就正好坐到了那个讨厌的前辈的飞机。有时候世界就是这么巧。当时一上飞机，所有同事看到我都非常亲切，上来拥抱我。前辈和我对视那一眼，我从他的眼神里都看到了一种情感。嘟嘟嘟嘟嘟。错了，我和他对视那一眼，其实一瞬间想起的是刀枪棍棒擀面杖的声音。星，他一看到我就过来，非常阴阳说：“大明星，你亲自坐飞机啊？一会儿还吃饭吗？”我说吃。他说飞了这么多年还没吃够啊。我当时一肚子气，但我也没有想跟他吵，因为当时我觉得他说的也对，我确实是大明星啊。
起飞之后没过多久，我旁边的旅客按呼唤铃叫他过去，说饭冷了，口感不好要投诉。我的前辈过来说不会吧，我在旁边说不会吧。那个旅客对我前辈说：“不信你自己吃一口。”我一把挡在前辈面前，对旅客说：“他不吃饭的，在飞机上，我帮他吃吧。”就在这个时候，旅客指着他说：“像你这种乘务员，你知不知道我今天可以投诉你？”在那一瞬间，我突然在前辈身上看到当年我的影子。我不想为难他，真的替他吃了一口，说还好，但我也不想放过他，说还好没吃到下面，下面更凉，你端回去重新再给他热一下吧。他这个前辈真的没有想到，当初他为难我的口水，在高空飞了这么多年，还能在万里高空击中他的眉心。前段时间看新闻啊，网上看到很多航空公司开始实行女乘务员可以自行选择着装了。我那个时候看着我的同事妹妹们穿着自己买的平底鞋，相对轻松自在的走在客舱里的时候，我就感觉那一年在飞机上被刁难的自己，在那一刻才彻底的释怀了。就好像当年那个讨厌的前辈在飞机上趾高气扬的问我：“你懂规则吗？”我说：“我当然懂啊，不合理的规则就应该像这碗冷饭一样，端走重新热，热不好这个老子再热，然后热馊了就好了。”为难我的时候，一定想不到，我不仅懂规则，有一天我真的还能改变规则。但有一条规则我尝试过改过，但真的改不了，就是口水要顺风吐。谢谢大家，嘻哈。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仁成。确实压力有点太大了。我最近唯一坚持的事，就在朋友圈每天抱怨为什么要比赛，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前天我又发了一条，说为什么比赛就只让我这么痛苦呢？佳佳您回复，可能是因为你没参加过高考吧。确实比赛比不明白，最近家里有点搞不懂了。说实话，我今年过年，我突然发现我爸他2颗门牙都掉了。我爸现在是个非常新潮的造型，双开门牙。我就发现，当一个中年男人失去了自己的门牙之后，他就失去所有做男人的威严和男子气概，增加了很多幽默感，变得十分滑稽。我爸现在我心目中已经不像是一个父亲了，更像是个父亲。我爸干了一辈子门窗，到老嘴巴漏风了。漏的都是当爸爸的威风。我爸现在可以同时抽4根烟。别人抽烟都是散客，他就属于卡座。其实很担心讲这个话题大家不感兴趣，毕竟这个故事有点老掉牙了。但我爸他掉牙原因并不是因为年纪，是因为他的糖尿病的并发症。他糖尿病有点严重了，到一个很难控制的地步了。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可能是因为他完全没有控制吧。他对待治疗太消极了，他每天只在打完胰岛素后测血糖。我爸，你骗谁呢？你在干嘛呀？你在做数据。你这哪是测血糖啊？你纯测胰岛素呢。而且你说我爸他不控制饮食吧，他也没吃啥好东西，每天早上起来先吃一盆挂面，用最小的成本给身体最大的伤害。每天早上起来往那一坐，跟县太爷似的，升堂。而且我爸他不仅自己早上起来他会喜欢吃挂面嘛，他不仅自己吃，他还特别喜欢给我家狗吃挂面。我特别生气，我觉得你已经因为自己乱吃东西，对吧？已经把自己搞出了一身病了，别给狗也整出病来。我爸说：“哎，别乱讲，糖尿病主要是因为遗传，不是吃出来的。”
而且人的病狗怎么会得呢？今年2月，我家小狗小黑确诊了糖尿病，给我气坏了。我爸，你得选一个吧，要么是你喂出来的，要么是你遗传的。哎，你考虑到遗传，很绝望，我以后肯定也会得。过几年别人问我爸，你们家谁有糖尿病啊？我爸说，我和犬子。但就像我刚刚说的一样，我现在没有糖尿病。其实这个事也挺奇怪的，因为其实我才是我们家最肥胖那个人，也是饮食最不健康那个人，但我没有糖尿病。你说神奇不神奇？可能也是因为我没查吧。这你别说，真神奇，只要不查就没有糖尿病。我有点害怕体检，我很久没去体检了。我上次去体检，医生嘱咐我写作业的时候离本子远一点。但就导致这个问题在于，我现在很难劝我爸妈去体检。就每当我劝我爸妈去体检，他们就劝我去体检。你们去，你去，你们去，你去，你们去，你去。这么大年纪了，跟我玩反弹。但我真的又不敢带我爸妈一块，我们3个一块去体检，因为我感觉我们这个家庭啊，不能同时承受这么多的打击。你不能把胖子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要是我们家全部被查出糖尿病了，怎么办？家里挂面谁吃啊？狗都不能吃啊。但我说这么多啊，我不是在指责我爸，我也并不觉得我比他更懂这个世界，我觉得他有点固执而已。我一直很佩服我爸。我今年28岁了，我爸28岁那年，他已经扛起了一个家，并且成为了胖子门窗的创始人 ，A.K.A. 胖子本人。他开局很艰难，因为他当年他想外出打工，我爷爷是不答应的。我也希望他可以陪他身边种地，2个人就天天吵架，但我爸就一直不屈服，咬紧牙关没有答应。那时候他还可以做到。有一天他们吵得特别凶，我爷爷把我爸爸带到一个田里面，挖了个坑，跟他说：“如果你再提去外面打工的事情，今天我就把你给埋了。”然后一脚把我爸踹进了坑里。当时全村都过来看热闹了，也有人在劝我爷爷，但我爷爷不语，只是一味的挖地。这不是一般的挖地，这是道德的挖地。我现在尽量轻松去讲这个事情，但那天对我爸来说一定是非常恐怖且难熬的。那天泥土就像雨点一样不断落在我爸的头上，但我爸还是没有求饶，最后他赢了。2年后他可以外出打工，临走前他跟我爷爷说了一句话，说：“谢谢你当年的栽培。”然后才有了后面的故事。他结了婚，有了2个小孩，把整个家从江西的农村带到江苏的常州，一个经济发达、教育很好但足球很差的城市。这是后话了。我觉得我不如我爸，因为我比赛已经让我有点喘不过气了。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打击，我可能就一蹶不振了，我就再也起不来了。我最多在小某书上起号。家人们，这个世界谁懂啊？恶毒的爸，不停地挖，泥巴里的我怎么开出生命里的花？但我爸什么都没做，他就默默忍受这一切。我爸被我爷爷从小打到大，但我从小没有挨过1次打，可能是因为我爸淋过土吧。淋过土的那个男孩学会了给别人打伞。所以前2天我还带我爸妈去体检了，我觉得得面对这一切。体检报告出来之后，确实吓了我一跳，因为我发现我爸妈的病啊加起来都没我1半多。哇，比子欲养而亲不待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子要先带了。所以那天走出医院的门，
我爸爸一向沉默，他那天很罕见的开口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儿子，你要照顾好身体啊，你要知道你的健康，才是我和你妈最大的幸福。”那一刻，炎热的夏天突然拂过了一阵凉爽的风，是爸爸的微风。大家好，我是龙小爸。好高啊！3号王冕。哎，终于开工了。这2年过年全是跟这帮狐朋狗友一块过的，太累了，那个局根本散不了。去年有一天我们在李诞家10几个人喝到了早上7点，最后就剩下4个清醒的了。我说成哥，就剩咱们4个了，咱们是不是？成哥说对呀，是不是该打麻将了？去年确实挺忙的，甚至是带了我妈去录了一个节目，给我妈录崩溃了，紧张坏了。回家消化了半个多月，缓不过来，天天跟我爸念叨说：“哎呀，这摄像机太吓人了，摄像机一开，你一看着他啥也说不出来，啥也说不出来。”半个月之后，我爸崩溃了，我爸问我说：“儿子，摄像机贵吗？能不能给家里面加2台？”后来又有节目找过来，我妈死活不去了，太紧张。然后就说那个儿子，咱们想一个理由，你婉拒搪塞一下，你就说妈前2天在家拔萝卜，把腰闪了。我说这么荒谬的理由，我怎么让我说出口呢？你把萝卜拔了，怎么把坑留给我了呢？然后前2天我就说带我爸去录个节目，说让他体验一下嘛。我妈一听，当时就开始反对，说你爸这个人啊，他录节目他录完膨胀，回来之后我就管不了他了，咱不让他去。我说妈，还是你比较膨胀，没咋地呢，开始封杀别人了。去年确实没参赛啊，然后趁着大家比赛的时候，我去考了个主持人证，很受打击，很受打击。就是你很明显的能感觉到，那个考场里面除了我，所有人都刚毕业不久，因为除了我，所有人都能奋笔疾书，就我在那提笔忘字。他们在那造句儿，我在那造字儿。最夸张的是，我一紧张，把那个旧式的旧怎么写都忘了。我写了20多个便是作为替代，这便是生活。经历考验便是成长，就像月亮与6便士。把我写魔怔了。考完试出来之后，有人认出来我说：“哎，王冕。”我说：“对，便是在下。”今年的目标就是好好工作，因为去年确实尝试了一段时间退休的生活，经常去钓鱼。后来发现钓鱼真的太费钱了，要一直买装备、买鱼竿，好一点的鱼竿一把好几千，然后你还经常得换，买一堆。你要是想好好退休去钓鱼，就只能一边退休一边工作，3天打鱼，2天打工。露营也是另外一个退休项目，巨贵，光租一个场地、一个帐篷就1500。而且还没有厕所，没有洗浴，没有暖气，没有电视。你要是想把以上的东西全都备齐全了，那费用可就离谱，起码得花200块钱住酒店。为了分摊露营的费用，我们经常就是每个人各自带点东西过去，然后每次我就说我带食材吧，然后我拎着一把鱼竿我就去了。到了之后，朋友们说食材呢？我说指着前面的河，我说你就说你想吃什么品种的鱼吧，你说吧。到最后所有人都没吃到东西，只有我吃到了。扎扎实实吃了2圈。今年啊，我就特别希望能弄一个露营的节目，然后让所有想退休的朋友一块过来参与一下、体验一下。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重新找回工作的动力。谢谢大家，王冕。Hello， 大家好，我是戴维。我也是个淡人，清淡的广东人。我们家有一位很封建的传统女性。她受教育的程度不高啊，人也非常的迂腐。她就是我6岁的女儿。她有一个过家家套装啊，就包括什么锅碗瓢盆、洗菜盆、烘箱一应俱全，就是一个塑料开放式厨房。我最烦这个玩具，因为我女儿每天一放学就在那里洗碗做饭，我看着就来气。我心想你在练习什么啊？没掌握四舍五入，先学会3从4德。经常捧着一堆塑料食材，就过来问我要吃啥，还吭哧吭哧做半天。
我假装吃掉，他又屁颠屁颠去洗碗。我一想到他以后这样伺候他那个死鬼老公，就很崩溃了。我感觉这个小孩思想太落后了，他都不知道外面现在有多少姐姐已经很努力的争取到了不用洗碗做饭的自由，他自己一上来要开倒车。你说咋办？你有没有什么培养事业型女性的游戏？比如来一个大富翁的女生版。大富婆，在这个游戏里面，她走到哪里，租金就收到哪里。她不用成为任何人的老婆，但会成为所有人的包租婆。想想就开心。但可惜没有大富婆，最后只好给她买了个塑料洗碗机。少做一点是一点吧。就我发现他思想传统以后，我就开始留意到更多的蛛丝马迹。他现在最好的一个朋友是他班上的一个男同学，小男孩叫天天。女儿有一天跟我说，想跟天天结婚。我问为啥，他说因为天天是班长，他才6岁，择偶的第一标准，他居然是有编制。还说想搬到天天家去住，每天给他做塑料饭，长大以后再嫁给他。我说当同学还不够，还要当童养媳。他不管，非要去天天家玩。没办法，给他穿袜子穿鞋。他还在那里抱怨，他说爸爸这个袜子好紧。我说我裹的就是你的小脚。我是觉得整个环境和文化里面会有很多刻板的观念会影响到他。我女儿她从3岁开始就坚定地认为，只有女生才可以穿粉色，男生才可以穿蓝色。我只要穿粉色衣服，她就会嘲笑我：爸爸，你是女孩子吗？我说我不是女孩子，我只是闷骚。我就是很担心这些刻板的观念会限制到她，因为总会有人告诉她，你要温柔听话，长大以后找一份稳定清闲的工作最后嫁个好老公。这是在干嘛？难道我就不配拥有一个言论犀利、事业全面开花、不依靠男人的女儿吗？难道我戴维就生不出一个杨天真吗？这里面我最讨厌的就是教小孩子听话。我就跟我女儿说不要别人跟你说什么你就做什么，你要独立思考，要反抗父权，听懂了吗？她说好的爸爸。我说反抗父权，她说好的老登。看我爸爸。我是真的很希望我女儿可以受到更多优秀女性的熏陶，我甚至都想怎么去改装一下她的房间，墙上贴张伟丽的海报。空调换成格力的，书桌上面永远摆一瓶老干妈。我还给他看《冰雪奇缘》呢，这艾莎是迪士尼里面第一个没有嫁给王子的女主嘛，他很喜欢但是没看懂，只看上了艾莎的裙子，说要穿给天天看，气死我了。但至少他开始穿蓝色。就是得一点一点给他观念掰过来。我下一个入手就是他最爱的过家家。他之前这么爱玩，就是因为我一直给他正反馈，每一次都夸他好好吃，宝宝好棒，一点都不符合现实。我应该给他一点现实主义的反馈。下次他刚把饭端上来，我一巴掌给他拍掉，怎么又是这几个菜？上班养你这么辛苦，就给我出塑料蛋炒饭，没有锅气，做的全是聚乙烯，一点都不偶乙烯。然后女儿就受不了了，那做饭太难了，我要跟天天玩过家家。没事，让他来当老公，我带你们玩一个非传统的过家家。天天刚一来，我就开始阴阳他，老公不做饭，这个家还叫家吗？
然后我再告诉他，你进了我家的门，就是我家的人，以后你就跟我们家姓戴，好好表现，做饭不要切到手，天天带过来的奥特曼也可以用来扮演他们的小孩。天天走的时候忘记带走，女儿就问我，要不要给他送回去啊？我也会说不用，这就叫去父留子。最后，我想跟我女儿说，我不是想让你按照我的想法来生活，我只是怕你被限制住了。就比如像衣服这个颜色这个事情啊，你可以有自己的喜好啊，但你得知道，男生也可以穿粉色。而你，我的女儿，当然也可以穿蓝色。谢谢大家，我是戴。Hello， 大家好，我是于翔宇。能走到总决赛，我真的挺开心的，感觉应该能挣钱了吧。我最近2年真的很想挣钱，不光是因为我是学哲学的啊，是因为我妈前2年开始搞网络理财了，不是炒股跟基金啊。是那种非常正经的诈骗 APP， 就是那种 P2P， 爆雷之后就把你的钱全都卷跑了。我妈也报警了，但没啥用。那个骗子早都把财产转移到了国外，可能连移民都办完了，钱肯定不会还了。你骂他，你怎么中国人骗中国人呢？他说：“哎呀，已经是外国人了。I am a foreigner。”我妈手里没钱之后吧，家里很多银行贷款都还不上了。还被银行起诉，上了那个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我听了以后说，那咱慢慢还钱可以，但这个事儿是不是影响不太好啊？我也是这种抛头露面的工作。说没事，儿子，你放心，妈已经查过了，这个是不影响子女的，你就该干嘛干嘛，搞你的脱口秀，进娱乐圈。妈看了，娱乐圈很多当红的明星啊，父母都在那个名单上。加油，儿子！妈上了那个名单，你就半只脚踏进娱乐圈了。然后我妈为了要还钱，就想找点挣钱多的活儿，但人上了年纪也没啥能干的，她就决定去干月嫂和育婴师，因为家长舍得给孩子花钱，工资还可以。她就跟我说，她正在努力学习如何带孩子。我说妈，你不会呀？她说不是，儿子。我是在学习更加科学的方式，妈以前带你的方式都是错的。我现在已经学会了科学喂养，给小孩开发大脑，鼓励式教育，让孩子感受到爱。我听完觉得我感受不到爱了，我以前咋没有这些呢？我那个心情就很复杂，有点像看到前任对别人更好了，我意难平啊。我用我的整个青春和童年教会了他如何爱别人家的孩子。我都不敢问他，妈，那你爱我吗？我怕他说儿子爱过。而且我妈这个人还挺可爱的，她会忍不住想要跟我分享她的进步，但有时候看到她对别的小孩越好，我就越羡慕和嫉妒。有时候她给我打电话，也不聊她的生活，也不聊我的生活，就聊那个小孩。有一次她跟我说，儿子，妈今天带那个小孩呢，弄倒了一杯水。妈本来想骂他，但我想了一下，他在探索这个世界，我就没有骂他。我记得你小时候这样的时候，我肯定骂你，你爸还叫我揍你呢。我当时就有点生气，但又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因为我大脑没开发。我妈有时候跟我打视频都会带着那个小孩。有一次她在给那个小孩早教背古诗，她就说来来来，快给翔宇哥哥也背一个听一下。那小孩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我说小弟弟，你知道这首诗表达了怎样的思想感情吗？这里面用了一个拟人的修辞手法，一个怨字表达了诗人对不幸童年的叹息和对原生家庭不满的愤慨之情。而且我妈现在带小孩这么专业吧，我还很担心一件事儿，
我怕他以后给我带孩子要收钱。别到时候我说妈，我们都要上班了，你能过来带一下孩子吗？妈，叫什么妈？叫李阿姨。跟谁俩妈妈的呢？我以后在家只能叫爸，李阿姨。感觉我爸二婚了。李阿姨确实对我挺好的，是真把我当亲儿子。但是我吐槽归吐槽啊，我还是很佩服李阿姨的，因为她业务能力确实很强啊，经常会有人给她送锦旗。去年过年，她还跟我说她要升职了，她要去美国带孩子，啊，因为有些美籍华人还是想找华人带孩子，可以学汉语、学传统文化嘛，就想从国内雇。开的条件确实挺好的，就包机票、包签证过去，开的工资也很高，开$9000一个月。我听完说这个月嫂一定要女的嘛，那不是美国嘛？我可以自我认同为一个阿姨。而且啊，但我当时担心这个不会又是诈骗吧？啊，不会骗子去美国2次创业了？我就提前想把李阿姨联系好，确认完全部是真的，但我还是不太放心。我说妈，那你要去美国这个事儿可不小，你有啥计划你跟我说一下。那你是不是去了美国，那你就不回来了？那个钱你也不还了？你成外国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不是儿子，妈肯定是要还的。你看妈的计划是这样的，那不是$9000一个月吗？那我在美国干个1-2年，就能快点把国内的债给还清了。我心想说，妈，你野心也太大了，你让中国人骗的钱让美国人还，还真是50岁正是闯的年纪。但是他最后肯定还是没去美国啊，因为他还在那个名单上面。哎呀。然后我上一轮录完回家，他还在跟我聊这个事儿。他说在国内带了5年孩子，也终于能把钱还完了，也不在名单了。还跟我说，儿子，妈这几年挺对不起你的，人家都是父母帮忙铺路，你反倒要担心爸妈，妈跟你说声对不起。我说这有啥的，这不写了5分钟段子吗？我也没想着你帮我进娱乐圈，但我决赛圈可就靠你了。完毕，谢谢你们，谢谢李阿姨。